欢迎大家好，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咱们今天继续玩老物啊，这一款咱们来到了经典 2.0 宇宙系列啊，也是微级别的玩具啊。这款坠火啊，这个也是当时我非常想买的一个模具，但是呢，很可惜，因为当时我自己有一个偏执的感觉，我偏执的概念就是我一直都说的啊，我不收霸天虎啊，这个货呢，从图的是霸天虎，但是呢，这张我图的上面标志是霸天虎，但是后来我记得它有一个日冲图，是绿颜色，但是教程我忘了，那款是不是？七个人我不记得了，好像那款也是霸天虎，反正当时就没收啊。但是这个造型看着还是挺帅气的啊，说实在话啊，而且也是 C 版的模具啊，所以我说呢，当时就脑海当中啊，就是很纠结啊，很喜欢，就很想买，但是呢。不是霸天虎，不是七个人，就很纠结，所以这当时给了我一种就是很难受这种感觉啊。不过退坑了这么多年之后啊，又能有机会玩到这一款，而且还是全配啊，其实挺期待的啊。虽然说变形很简单，它的变形的难度撑死也就达到现如今的D级玩具，我们这样比可能不太准确啊。它最多可能达到在当时的玩具来说啊，就是一个传奇级和童子军级之间的难度的一个玩具，因为它还没到童子军级。那2年的童子军级的变形还是挺有意思、挺复杂的啊，而且传奇级呢就很简单。所以说它只能介于传奇级和童子军级之间的变形，因为变形按现在话说可能就挺水的啊，挺水的啊，但是简单，步骤好记，基本上这个东西不用看说明书，几步你就能自个儿就能掰出来。这个其实这么大的玩具啊，你要是放第三方要出的话，那或者放现在的官方要出的话，可能玩起来就很麻烦，但是当时的官方就是各种击打声、各种放大招、各种简约不简单，这是当时官方推出玩具的一个理念。而且 C 版的玩具嘛，其实很多都不复杂，这是主要的啊。这款其实我个人感觉可惜的一点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应该它没有再多余的一个板件啊，这个是能量钥匙啊，咱们拿下来，然后前面这块还有一把枪，没拿下来啊，这块其实挺可惜的啊，没有一个多余的板件能够从哪儿翻出来，或者从两边啊，或者从这个，因为它后边这一片履带啊是折过来扣在这上面的。其实我想了想，如果从这里再分出个片啊，因为这块整个炮台已经啊连胳膊搭了已经这么多了，其实就差这一点。如果在这里面呢藏个片儿啊，反正都是片儿嘛啊，从这里边藏个片儿，如果弄个球关也好，弄个转轴也好，翻过来，其实完全有空间啊，把这块一挡。但是挺可惜，一抬炮台的话啊，连头雕啊这地方，连这个地方就躯干就很清晰了，这一点其实并不是很好啊。然后呢，剩下的就是这个铲子。这个铲子其实我知道是这样式，但是我总感觉应该是这个面朝上，但是我不知道这款导弹车有没有原型啊，这个我不清楚。懂军模的可以科普一下啊。可能我看这个碎骨魔呀，类似于这样的车，包括吵闹啊，这个坦克啊，可能看习惯了，我总觉得这个铲子应该是这样，但是这样的话也行吧，因为这是人形的前脚掌。这是后脚跟啊，所以说无所谓啊，因为这一款呢它的晚点其实都在这个炮台上，
这是炮台是它本身连在手臂上的2个武器，重武器啊。所以说有这个钥匙是非常必要的。这个钥匙之前咱们在真空上面用过啊。所以咱们看看这块啊，对，这块还缺了一块，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炮，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缺一块啊，可能是为了结构啊或怎么样。这块其实完全有个板子啊，可以给它挡上。这块看一体性差了一些啊，就跟这块不知让谁给打漏了一样。咱们看看这个缺的一块这一块吧，它的触发机关是在后面。咱们弹开看看这个炮弹出来是什么样啊？这个炮是折在这里边的，触发这个机关之后，它整个从这里面翻出来，这块是个炮。其实这是人形情况下的一个加持的一个武器啊。好，然后咱们看看这边会有什么啊？这边是一个瞄准镜。人形的时候，这块不光是这几枚导弹啊，这块有附加的2个弹射的导弹。对，这块是推出来这附加的啊，这2个弹射，这块是瞄准镜，连带这一块都可以去瞄准。其实武器很屌啊，这块这个角色的武器其实是非常，就如果要打仗的话，这个货是非常凶残的一个重武器的一个武器专家。这一提到武器专家，我就想起铁皮啊，最不称职的武器专家。你看看这一身啊，武装到牙齿，对吧？你说谁应该叫武器专家呢？对吧？好，基本上晚点也就这么多，所以咱们就开始变形吧，很简单的变形啊。这块翻过来，后脚跟这个地方翻起来，这块就能站住了。然后后边这个地方打开，这块是个球关啊，这里旋转100，我看看是不是要旋转啊？因为它这块有个凸嘛，是跟这里，看来不需要旋转。对，跟这个地方用球关调节一下啊，因为这是正面啊，就是双履带的一个造型。打开，转过来，然后找对了，用这个球关去调位置啊，然后这2个腿掰开。这块基本上都是明面的齿轮啊，都看得特别清楚，但是很可惜，依旧没有接地啊，因为那2年的重点并不是给你做接地啊。好，然后上半身这一块更简单啊，中间有卡扣分离，然后把胳膊的这个地方给它往前掰过来，都是这种齿轮关节啊。然后整个的炮台，我看一看啊，我觉得应该是往上推一下，我记得是啊。放在这儿，为什么我推不动呢？对，推是往前推，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滑道，这个地方应该没有。这个应该我估计就是配合这个咱们刚才之前的那个瞄准镜啊，那个东西来配合那个的啊。好，然后拳头，看卡从哪块啊？这里，拳头给它翻出来，这块也是啊。拳头翻出来，然后头雕是这个地方，连带这个杆子啊，
这底下有个凸，扣在这个凹槽里面。而且这个头雕也是蛮帅的啊，上面有一个护目镜啊。然后呢，这两个包括腿部啊，咱们一会儿一配合，它就有一个攻击模式啊。所以说这块咱们再接着触发开。哎，打开。哎，基本上就是这样吧。这边又是这个导弹，这个是炮啊，触发开。然后这边也是啊，把这个地方打开。啊，这块啊。这里正好有一个类似于握柄一样的东西啊，给它握在这里面啊。虽然它没有接地啊，但是说实话啊，你要给它调这个攻击状态，还是可以调出来的。只是你个人是不是能够接受它没有这个接地的这个两个角的这个造型。啊，这个是需要你去这个接受的啊，所以说战斗造型啊，完全可以摆出来，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所以说这就是当时玩具设计的这么一个，我一直在说的简约与不简单之间的一个融合啊，看似变形很简单啊，并不难，但是呢，真正的这些装甲，包括 C 版玩具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一个触发机关的这些地方啊，所以它会给你带来一些非常不同的体验，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吧，哦对，还忘了一个，这把枪，哎呀这块儿看看后背还有没有地方插啊，你这块一整的话没地方了啊。看看这螺丝孔能不能插上，还真是啊！我看看这把枪能不能借个位置插在手里面啊？可以啊！再加上这把枪更牛逼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货干仗的时候肯定是，如果他是一个马前卒啊，或者说杂兵啊、炮灰啊。那么他如果往前一冲的话，也是个非常强的一个存在啊。起码这一堆武器干过去的话，对方的一片杂兵就会干下去70%到80%。所以说，玩着老玩具啊，就想着当年的官方做的这些玩具啊，其实真的很有年代感的产品，就非常有这个。玩起来就非常有代入感，就是可能让我想起来那2年我刚入坑时期的那几年时候的感觉。真的，官方为了变形金刚这个 IP 一直不温不火，不遗余力的去做这些玩具，去补完，去吸引你去买啊。就是说，虽然现在变形金刚发展成这样了吧，但是还好那阵儿。变形金刚这个 IP 不温不火的时候，还好官方没有放弃，海表没有放弃这个 IP， 一直做下去，做到07年的电影之后啊，一直火到现在啊。这一点其实不管海表多么的表吧，但是这一点其实还要感谢海表的这么坚持，没有他的坚持，其实这个 IP 可能早就没了啊，可能早就没有了。所以说。看这些老玩具就想起当年，当年的种种吧，包括自己入坑的种种，包括当年变形金刚不温不火的这些情况啊，其实当时都经历过啊。所以说，不管以后变形金刚的 IP 何去何从，希望，我个人吧，我希望能多玩一些这些老物，把当年的遗憾补完一下。
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通过我的镜头能够再次分享这些喜欢这些老物的一些分享的视频啊，希望你们也喜欢当年的老物产品，不管你玩过还是没玩过，经历过还是没经历过那个时期，从我的视频镜头里面，你就可以完全看出当年官方在做玩具的时候，就是它的理念是什么，就从玩具能够熟悉一二。所以说，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大家奉献更多的老物玩具，给大家做视频的分享啊，希望你们能喜欢吧。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